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晓你好。德国总理朔尔茨周五抵京访问，他行前特别在德媒发表署名文章，重申不希望与中国脱钩。那您对此访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朔尔茨此次访华行程只有一整天，可谓是旋风式的访问，但是确实影响与意义格外重大，各方对此都是高度关注。那么媒体也都在强调此访创下的几个第一。这是中共20大闭幕后，北京密集双边外交周迎来的首个西方大国的领导人，是朔尔茨本人就任德国总理之后的首次访华。那么他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首位抵京访问的西方领导人等等。但是我个人观察，对德总理访华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还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做补充概括。首先，朔尔茨他进行的是一次高压访问，也就是说，朔尔茨来华，他是顶着国内外的压力与反对声成型的。那么这种压力与反对，也正是当前中德乃至中欧关系现状，乃至100年未有大变局下，世界进入到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一外部大环境的最真实的一种投射。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这一次朔尔茨访华，外长大概率是不随行的。那么一国新总理访问另一个重要大国，而且是第一次，但是作为国家首席外交官的外长居然不在这个访问团中，而且他时不时还会就总理的涉华表述来跳出来唱2句反调。那么放到全世界范围来看，这都是相当罕见的。朔尔茨他曾经被人戏称是德国政坛的蓝版默克尔，但是对照前任默克尔他在创纪录的总理任期之内几乎连年访华的过往，朔尔茨访华所面临的这种压力与反弹，完全无法想象，也完全不可类比。那么您前瞻朔尔茨这次访华行程的另2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有什么具体意涵？虽然面临着国内外的重重压力，但是朔尔茨还是来华访问了。那么这就牵涉到我要说的第2个关键词——刚需访问。在我看来，访问中国是朔尔茨的战略刚需，也是德国作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的战略刚需。德国总理访华势在必行，也是势所必然。我认为这才是朔尔茨他作为政治家敢于抗压访华的真正的动力，也是他的底气所在。作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德国现在面对怎样的时与势呢？一言以蔽之，俄乌冲突外溢冲击的头号重灾区正是德国。正是德国建基于能源安全与全球产业链有效保障的产业体系。随行朔尔茨访问的那些个大企业老总对此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它的在德国本土的生产企业居然因为天然气供应与成本问题被迫减产，甚至是停产了。你说企业老总们急不急呢？德国总理急不急呢？朔尔茨周3在法兰克福汇报的署名文章中强调，德国无意与中国脱钩，这也正是他就任总理之后反复强调的政策主张。正在深陷内忧外患的全球第4大经济体，他还指望着通过与中国的实质合作来纾危解困呢？怎么会有？又怎么能够有动力基于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的需要搞所谓脱钩呢？朔尔茨随行访问团这个可谓是一席难求，过100家德国企业报名争夺10来个位置，就是这样一种访华战略刚需的数字体现。有鉴于此，这也一定会是让朔尔茨不虚此行的成果访问。已经有观察家注意到，这次随同朔尔茨访问的可谓是德企天团，包括巴斯夫、德银、大众汽车等众多的德国产业巨头。相信他们都会在这一次访问行程中收获大单。德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对华单项投资，不就来自巴斯夫吗？投入于100亿欧元的重化项目，今年稍早前已经花落广东湛江。同时，按照彭博社今天的转述，朔尔茨在德报文章中还特别有这样一句表述 ：When I travel to Beijing as German Chancellor, I do so also as a European。当我作为德国总理抵京，我也是作为欧洲领导人访华的。强调欧洲身份这个潜台词不言而喻，这也是德国它作为欧盟第1大国刻意对外传递的信息。以朔尔茨此访作为契机，再度为德中关系乃至为欧中关系校准方向，注入新动力。所以我认为朔尔茨的成果访问确实是可以再看高一线的。
G7外长会今天也在德国揭幕。会前，美方有匿名官员直接拿汉堡港投资合作议程说事，警告德方提防并阻止中方获得本国企业控制权。那您对此怎么看？今天彭博社的电稿标题很有意思，刻意把布林肯与朔尔茨的行程做了一个强行关联。Blinken arrives in Germany as Scholz is about to head to China。在布林肯抵德之际，朔尔茨即将飞往中国。彭博社引述美国的匿名官员称，在美方施压之下，中方削减了对汉堡港的投资占股。我前面提到，朔尔茨访华面临着国内外的重重阻力，那么这外部阻力到底来自哪里？现在大家有目共睹。中企基于合法合理的商业利益与规则，对德企进行正常合规的投资，美方对此施压干预，这是对德国经济主权的直接干预与损害，当然也在损害中企的合法利益。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应询回应时，也抨击美方没有资格插手，暴露一贯的霸权主义心态与胁迫外交的恶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方匿名官员警告他所指代的对象，如彭博社标题所极力渲染的 US warns Germany other allies， 警告对象既包括德国，也包括其他的盟国。那么这也意味着赵立坚所揭露抨击的美方霸权心态和胁迫外交的恶习还将会持续的上演。我个人认为，美方这种干预与胁迫，尤其在美方视为对华大国竞争核心方向之一的高科技的场域，将会愈加的激烈化，也将会愈加的无底线。美国所谓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明确，要严格管控对华高能芯片的出口，限制中国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等尖端技术领域的能力发展。一本名为《芯片战》的新书，近来在美国火出了技术圈，成为大众媒体争相报道的一个对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这也是诸如荷兰光刻机制造商 ASML、韩国三星、海力士等等个先进芯片商越来越感受到美方压力的原因所在。G7外长会会期2天，一定程度上，这位德国外长缺席总理访华团提供了借口。但很显然，在美方的着力推动之下，或者说至少在美国媒体的鼓噪之下，那么这一次G7外长会已经摆开了协同制华的架势。美联社今天发自会议举办地德国明斯特的电稿就说，本次会议聚焦2大议题 Ukraine War China。G7外长如何会商中国议题，在涉华的议题上进行怎样的动作与炒作，会不会对德国总理校准德中欧中关系的努力带来新的内外部的压力，我们呢不妨拭目以待。好，谢谢管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